正在自己做一辆皮卡贝托房车，初步完成房箱的箱体结构后，我正在不断脑补自己的生活场景，并且对模型和现实的车体进行不断的调整和优化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逐渐认为房车其实和装修一样，真正称心如意的东西还是需要进行定制化才能达成的。房车应该是一个很非标的产品，而不是千篇一律，看起来外表酷炫，内部空洞无味的粗制滥造的工业品，像是很多装修的样板房一样。大家好，远平 Mrs。今天早晨到工厂那边就发现又有好几个大件的快递到了。房箱就是皮卡的房箱啊，它面积很小，所以是可以说是锱铢必较，就是我尽量希望把那个空间控制在1-2厘米以内，这样空间利用率就比较好嘛。所以先把东西送到，这样会更踏实一些。先不多说了，开始干活。先定了几个边框，不知不觉又到下午2点多了。然后呢，今天还有一个小的进展吧。这个其实我这几天都一直没太敢做，就是因为我现在设计呢有一个类似能装灰水箱、能简单淋浴的一个小的隔间，类似这样，所以它肯定是有一块板这样隔着的。这个板呢又跟很多参数相关，比如说灰水箱的尺寸，然后还有，因为它需要和这边齐平，那这边又和门的尺寸相关。门的尺寸呢，现在虽然定了，但是没有送到嘛，所以也一直不太敢。但我觉得就是现在如果这块板不装的话，很多边框不太好装。哎呀，好吵！所以今天还是把这块板先锯了。很多是涉及到细节，不同参数的匹配，这个工作是比较需要小心的。所以这块板还是有一点意义的，它是属于这个内部空间的第一块板。继续干吧。还要把这个拐角处裁切一下，这样它比较严丝合缝，用的胶会少一些。那今天就不太想继续干了。最近就是还是打边框打的有点心力憔悴。不过好在今天这个合板算是一个进展。休息一下，买杯奶茶去，然后回家。今天从早晨到这边呢，还没有开工呢。一直在做一件事儿，就是在设计这个尺寸。因为呢，现在在切割板材的话，这个板材就涉及到一些家具的布局，还有房屋的，就是房箱内部的一些构造。那这种板子的切割的时候，就要考虑每一样家用电器的位置、大小、具体的尺寸。这个活呢是很精细的一个活。你看我这个板子的尺寸的切割，对吧？这块我是要放储物，底下有柴暖。柴暖呢，你看又要考虑，你不能仅仅考虑柴暖它的大小。因为它的这个管子也很粗，它一定要出来管子的，所以也要考虑它那个管子的弯折。那这么着的话，就得把这个位置再做细化吧。然后计划柴暖会从管子从这一块出来，冰箱的位置我上移了，然后这一块呢我掏空的话就可以做一些储物。这样从额头床的位置一些衣物
这个路线就比较合理，对吧？我拿衣物的时候，我在床上，拿就比较方便。包括这边我也会，同样的构造。这样的话，我就会把冰箱的后面，还有空调室内机的后面都利用好。这个工作就一定是需要很细心，仔细去考虑每一个尺寸它的一个位置上下的一个搭配关系。还有一个就是我要结合我未来的就生活过程中，我指的在房箱里面生活的这个过程中，我怎么顺手怎么拿，包括你像冰箱左开门右开门，开门完以后它大概是什么样一个高度，这些我都会考虑。所以就是整个这上午的过程，就是脑子里一直在构想大概的一些场景，然后把这些场景具体到尺寸里面。这个过程就是类似脑补吧，不停的脑补这个生活的一些小的片段，对吧？其实尤其是在现在的这个结构里面是基本上空无一物吧，毛坯房的一个状态。很多细节呢，不仅仅是说我把这个整个房厢这个毛坯房完全建好以后我才去考虑，如果那时候要考虑的话就已经晚了。是需要边做边考虑，这样的话前后是有一个呼应和搭配的。这样的话我觉得就会比较精确，和未来的使用场景来说是比较契合的。所以我觉得就是房车呢空间肯定是小的，那房车的空间小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它的储物是很困难的，储物空间很小。我网上搜了很多，就是人吐槽这些问题。但是我相信我这样设计完以后，这个房厢的储物空间一点也不小，肯定是会远远超过我的一个使用需求的。因为我本来的使用习惯就是比较喜欢这种，其实就断舍离嘛。我不需要的东西我没必要囤太多，我常用的东西呢我就要就是用好，选择比较趁手的一些东西。那我现在看来这个房车里面全是储物空间，真的。额头床左边右边就是床的那个位置，因为床其实很大的，床其实两边还可以做储物，但我现在没有做，因为我觉得不需要了。然后那个水盆上面有储物空间，就是踏步的侧边，对吧？也是挺完整的一个储物空间。还有我的书桌上面还有的微波炉旁边也是有储物空间的。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一家三口出去玩个2-3周这个都没有问题，我相信是这样。后续再复盘吧，等实物做出来以后看会不会被打脸。